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德国成功完成了陆海空三军改革。在这一集里面，德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那么虽然我们东方的邻居们建立自己的国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之前一直受困于各种限制，而无法采取行动。现在困扰着我们的那些限制已经消失不见了，终于可以来继续推行我们的政策了。不管我们投资多少，只要我们还在经济复兴过程中束缚东欧人的双手，他们就永远不会相信我们。实现真正的平等绝非一日就能成功，但我们现在起码应该把自己包装成他们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他们的主人。德国始终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他们在法律层面和我们有同等地位，这样做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和这些新朋友之间的信任。与其控制当地的资源和工业，还不如把他们尽可能的交给当地人，授予他们高度自治权，有助于他们获得自力更生所需要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有助于表明我们的诚意。无论怎样粉饰自己的经济优势，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和其相当的好处。德国的关税同盟拥有成功所需要的基础，现在德国是时候放松管制，让出一步了。倘若要在这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欧洲项目，各个成员国就必须有能力在这张宏伟蓝图上留下印记。从长远看，维持原有的德国系统必然损害国际关系，我的良心与理智也不允许我这样做。当然，授予这些伙伴权利和特权对我们而言本微不足道，负担将随经济自由而来，只有我们才能扛起重任。随着生活日渐富足，我们的人民未来很难愿意把更多主权交给其他成员，但我相信我们的各个机构会帮助完成这一过程。随着各种政策的推行，国内的4大军工寡头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摇摇欲坠，是时候完成所有这些国策，解决这些军工寡头们了。但是这些国策的描述我觉得很冗长，而且也很啰嗦，所以呢，这里也是给大家跳过了。等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之后，我们再回来。来了，出事了！巴巴罗萨行动是我们过去数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不仅彻底摧毁了苏联这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心脏，而且消灭了俄罗斯及其殖民地所拥有的统一国家理念。这些斯拉夫人再也没办法建立一个和我国相抗衡的国家了。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然后西俄罗斯战争就爆发了，官方说法是我国轻易扫除了这些布尔什维克，但现实是我国被此次冲突严重削弱，我国的东部领土到现在依然受到威胁。如今那场冲突的幽灵再次抬头。由于之前的德国内战对俄罗斯的轰炸行动终止，我们早就料到俄罗斯将会进行军事统一尝试，然而事态发展却超乎预料。由于外国的干涉和苏联遗留的工业，已经于50年代崩溃的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一次意识形态革命。现在俄罗斯正急速联合于两股势力之下，速度之快远超我国分析人员的想象。更糟糕的是，看样子他们还在尝试外交。俄罗斯的统一绝不能发生，我方自然能够在任何潜在冲突中获胜，但无数优秀的祖国男儿将会丧命，财富将损失殆尽，而且还会对我们控制的地区造成破坏。我们必须命令情报部门去破坏他们的外交尝试。这能有多难呢？新的特殊任务可用了。我们已经成功伪造了俄国多个部门的文件，并有演员演出了有关勾结外国势力的虚构故事，宣称其和我国政府合作。这些文件能够被碰巧泄露出来，我们希望随之而来的丑闻能够打破统一谈判，并能够使这两个势力进一步拔刀相向。我们试图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制造紧张情绪的行动已经开花结果，美国人对夺回失去的领土的渴望举世皆知，澳大利亚人却十分惧怕他们家门口的日本影响力。为此，我们精心制作了一份包含美国人计划的文件，即日本以吸纳澳大利亚进入大东亚共荣圈为交换，归还夏威夷和其他的条约港。自然，因为这个提案从来就没存在过，我们只是说它被拒绝了，但不提是谁拒绝了它。虽然美国政府极力否认其参与过该计划的起草，但这种说法显然不足以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到了1969年3月18日，德国国内的4家军工寡头已经全部都被我们肢解完毕了。我成功了！近40年后的今天，德国经济终于重获自由，企业巨头已经被肢解，其高管落荒而逃，
财产也被我们收入囊中，企业家们终于可以摆脱被迫卖出心血的梦魇，而工人们也终于可以在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奴隶们再也不用因为衣冠禽兽的一时兴起而受苦受难了。民众股份，一个既美妙又能彰显德国精神的完美称呼，这些资产将在中小企业手中产生更大的价值。近几个月来，我们查封并且出售了大批企业资产，累积了相当多的准备金。我已经预见到了背后的巨大潜力，基础设施、福利、公共工程、德国国防军，只要我们高兴，想投资哪里就投资哪里。我敢肯定，我们找到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投资项目，也就是德国的关税同盟。目前，关税同盟的各个成员国仍被落后的工业和贫穷所困扰。作为关税同盟领导者的我们，向各国提供财政援助，我们责无旁贷。我始终坚信，我们一定会成功。只有那些怀疑论者或者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人才会反对政府采取的措施。德国制造不再是耻辱的标志，而是品质的象征。这品质同样来自于自由劳动和公平报酬，并最终成为全欧洲的新标杆。接下来，既然经济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是时候把重心转到外交上面了。元首或许并没有隐藏真实情况的打算，因此他可能会告诉美国人，自己在谈判桌上较毫无隐瞒，以求美方在可能的条件中寻求最好结果。另一条路就是保守秘密，我们会对美国人撒谎，希望他们会相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但或许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打算向美国人提出一个美好的提议，这个提议就是与他们举行会议，邀请他们前来讨论两国之间的问题。不过这次会议应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我们的目的是结束禁运，但愿我们能实现它。美国人同意了，现在我们应该和美方代表会谈，我们会尽全力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可以一劳永逸。美国人可能会在会上向我们提出许多要求，不过没什么好担心的，些许让步完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内，但愿这么做能让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既然我们已经决定让步，我们不妨直接同意所有要求。最终双方握手言欢，在文件上签下姓名。至此，德国、美国两国正式签订协议。对曾经是敌人的两国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由此，德国和整个世界都有望步入更安全和稳定的时刻。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我们会削减核武库，并对核打击能力进行管制。这确实可以说是一项令人深思的妥协，但这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一大步。这一次是关于我们曾经的财产奴隶，但我们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这些内容早就过时了。我们也将在贸易上对美国进行让步，当然这对我们而言也有着巨大的回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美国新朋友会收益颇丰。元首已经向人民公布了这项交易，交易已经完成，德美双方已经达成重大协议。元首呕心沥血的举动已被我们看在眼里，不管他们赞成还是反对，木已成舟，无可改变。德国要做的就是接受和遵守。新协议正在生效，德国正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多亏了这项协议，改变才得以发生。不论好坏，人民终于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一切。多亏如此，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美国人已向外交部长发出了访问邀请，我们应该接受这份好意。曾经，西班牙和葡萄牙统一成了一个国家——伊比利亚联盟，但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有必要帮助一个和我们友善的势力。一旦成功，就有机会将势力扩展至大西洋，重申德国欧洲之主的身份。美国人把外交部长邀请到西海岸，并带他访问洛杉矶。尽管没能看到自由女神像、华尔街和中央公园，但他也很愿意欣赏太平洋岸边的景色。虽然我们的前盟友日本从美国佬那里占了几分便宜，但这不关我们的事。让外交部长好好享受他的大都会之旅吧，顺便探索一下好莱坞，这会有助于他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化的。玷污祖国的战争污点已被清洗，残留于脑海中的记忆业已消散。为了向美国人表明决心，我们已经洗心革面，他们已经开始接受我们的现状和改变，我们与德意志祖国都将重获新生。我们的外交部长表现不错，他也很享受白宫晚宴。
情况开始向着对美国人和德国人都有利的方向转变。我们可不能错失良机。外交部长将和美国总统签署一份文件，两国之间的禁运将一去不复返。德国国家情报局即将进行成立以来最危险的任务。他很清楚，希姆莱正摩拳擦掌，静待德国特工进入他的黑暗国度。一个坚固的堡垒将在黑暗中坚守，直到这个极其危险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德国国家情报局已经成功渗透了这个恐怖的国家。事实证明，卧底难度极高，而潜入该国核心地带恐怕只会难如登天。我们每一步都得万分小心，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觉悟，我只希望这个疯狂的政权不会进一步影响我们。愿德意志得到忠诚守护。在我国特工的努力下，勃艮第国已经崩溃，是时候彻底解决这个欧洲的怪物了。法国人为此次行动提供了军事支持，开辟了第二战线。我方部队锁定了希姆莱的所在，他将自己锁在一座地堡之中。我军发起了对地堡的突袭，经过短暂交火，我军清空了地堡，并发现了他的尸体。尸体上没有任何外伤或反抗的迹象，说明他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俘。按照和法国的协定，我们应该把这些非法获取的领土还给他们。协议将在接下来几日正式签署。愿德意志得到忠实守护。石油危机让德国社会危机达到了顶点，随着德国阵营的经济崩溃，人民走上街头，开始了对纳粹党的大规模抗议。尽快恢复对人民和经济的控制乃当务之急。全国上下的目光都聚焦在首都，黑红星国旗团则在别处重拳出击。我们的政权稳定度岌岌可危，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德国已经出现了权力真空，那么德国最终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就不在我们的游戏讨论之中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